白阳青藤合一，此次祭剑试炼气运大不相同。薛洞主又已到了第7境，实乃两地光耀啊！狄院长客气了，我现在只是一老来闲人，看看热闹而已。有什么需要我白阳洞弟子做的，尽管吩咐便是。师父，洞主。祭剑试炼是我们青藤剑院每年的传统，今年又有白阳洞的加入，获胜者所得奖励为青之玉魄1枚。所以尔等须当更加努力。端木，师父，修行者不拘小节，却要讲规矩。试炼者穿越祭剑山谷，以3日为限，每日正午时分，以狼烟为号，必须在日落之前赶到指定区域。每一名弟子身上都有1枚令符。在峡谷之中，2人不得同行。若2人相遇，对战后胜者可得对方令符，输者淘汰。余下3人以狼烟为号，试炼结束。本次试炼以令符最多者为胜。这样的规则对你尤为不利。这些人当中，何朝夕、江离、孙行的修为都在3境中品之上，是所有人当中最有希望夺魁的。这样的规则的确对像他们这样的强者来说更有利，不过也不能说不公平，因为试炼本来就是要选出最强的学生。但你的修行时间太短，这种规则下的试炼很容易消耗体力，我怕你会跟不上。没事儿，有规则，自然就会有应变的方法。各位，请跟我来。姐夫，姐夫，你要加油啊！你是最棒的，我相信你。姐夫加油，姐夫加油。丁宁，一定要小心。姐夫加油，姐夫加油。每个人挑选1根藤蔓下去，相隔20息的时间，听懂了吗？听懂了。你要小心，不要心急。你也是，打不过就跑。这种长时间的试炼，谁也不知道最后会发生什么。你先还是我先？我先吧。希望你能一直比我先。承你吉言。来吧，来，这来多怎样？我先，快行，来，试试吧。走。
哎，姐姐，你看，姐夫多帅啊！这不可能，平常的修行者苦练1年时间，也不可能把剑经练到这种程度。他在这么短的时间，竟然能把野火剑经练得如此纯熟。是不可能，除非他像名山剑宗的那些人一样是天才。藤蔓再怎么灵活，也比不上修行者手中的剑。且看他一会儿遇到真正的修行者，表现如何吧。端木先生，我觉得你这样说话很没意思。至少从目前来看，我姐夫已经超过了在场绝大多数人。有的时候话不要说得太满，容易下不来台。丁宁，虽然你是白羊洞风头最近的天才，但今日我要将你第一个淘汰。好剑，这是什么剑？此剑名为暗火，出自柳泉郡密火剑方。姐夫怎么跑了呢？姐，师兄，连修行者手中的剑都不敢面对，我看他也没有你们想象中那么优秀啊。姐，你现在后悔还来得及。
看，我姐夫太厉害了！看看，这是我姐夫，用一柄残剑就打败了密火剑方的暗火剑。只是凑巧而已。如果那里没有那样一个陷阱，此时落败的便是丁宁。切，能利用周围的一切也算是一种能力。只可惜，大多数修行者之间的对战是没有这种取巧的地方的。相比这些小手段，我更加相信绝对的实力。我输了。谢谢你，不计前嫌。谢了。可是丁宁手里拿了一把什么破剑啊？白羊洞怎么连给他买把好剑的钱都没有？对，没钱跟我说呀，我谢家出啊，我谢。丁宁的表现虽然优异，但毕竟修为有限，而且他的身体明显要比其他弟子差一些。这才刚刚开始。放狼烟。完了，狼烟一放，姐夫的时间就不多了。姐夫加油啊！千万不要现在被淘汰啊，姐夫！看来危险了。即便他是半日就能通玄的天才，可他跑错了方向。这么短的时间，以他现在的修为，只怕赶不到指定区域。求见百里素雪。阁下是公孙浅雪。公孙姑娘，请稍等，我这就去禀告宗主啊。有劳了。
能让多年不见的公孙姑娘又在岷山现身，我百里素雪真是有光啊！宗主真是快人快语。我今日来，的确有个不情之请。既是不情之请，那就请回吧。若是为我个人，我一定不会踏入岷山半步。但我今日来，是为了巴山剑场，是为了那个人的，是为了梁金梦的弟子。我与公孙姑娘并无嫌隙，不过有关梁金梦的事，以后请不要再提。为何？你们本应该是兄弟才对。说来也是可笑，他那个人确实不招人喜欢，但他死了10年，他唯一的一个传人，本着必死的决心，在计划着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，他想杀了恒王。从我认识他，知道他的计划，到今日他拖着杨亢之体进入白杨洞修炼，他根本活不到30岁，而且他的修炼很有可能让他提早结束生命。他明知道这是一条不归路，却从来不曾放弃过。你的意思是，他想通过白杨洞进入到我们岷山剑会，取得续天神诀？我实在是不忍心看着他这样耗费生命，还请宗主看在跟梁金梦的兄弟情分上，把续天神诀借他一用。兄弟就谈不上了，不过论剑术，还有修为造诣，他的确算得上是一代宗师。多年前，我就对他已经绝望了。他死后呢，我又立下规矩，巴山弟子再不允许踏进我岷山半步。哼，就算是叶真和元武，又能奈我何？我百里素雪立下的规矩，岷山弟子任何人不能打破。续天神诀只有岷山剑会的魁首方有资格参悟。公孙姑娘，恐怕你今日要败兴而归了。姐夫，加油啊，姐夫！我认识你，你是孙行，你的修为已经到了3境中品之上。难道你会以为我有耐心等你将这些吃完吗？和你现在直接分出胜负相比，
我觉得还可以有更好的选择。什么更好的选择？我不想浪费太多的时间，在前5境耗的时间越少，就意味着将来有更多的时间放在第5境，用于破境。这只是一个试炼的地方，我不想消耗太多精力在这儿。如果1、2日可以解决的事情，何必要等到第3日呢？2头狮子补阳，比1头狮子补得快。所以说，我们一起来捕猎。只是不知道天黑之前还能剩下多少人，或者你我现在便一决高下。我可以答应你的提议，因为我也没有多少耐心，而且我也很不喜欢让人像看猴戏一样看着。好，那我们便以此为戒。一言为定。他们在干什么？分而食之。虽然丁宁没能遇上马上就让他出局的对手，但时间一长只会不断消耗体力，甚至会败在原本不如自己的人手中。你说的不错，但孙行过分骄傲，何朝夕过分自信。对他们而言，走到最后并不难，难的是夺魁。因为他们的对手可不是别人，而是他们自己。大师兄，师弟，师弟，你知道，祭剑试炼是公平的试炼，同门之间也必须公平比试，所以，对不起了。你输了，师弟，你我之间对战只是出于比赛，绝非同门相残。我明白，比赛而已嘛。给。哦，对了，方才师兄在山里采摘了些药果，你拿着。多谢大师兄。妇人之仁。何朝夕，其实我不是很想遇到你。现在既然遇到了，想必你也一定要战。其实我早就很想和你打一架了，看看我和你之间到底有什么样的差距。我的状态正佳，而且我修为高于你，所以，我让你3剑。随便你，那只是你的想法。
鲢鱼划水。剑鱼摆尾。鲢鱼寻血。3剑已过，到我了。密鱼剑士。丁宁，他跑过去干什么？是啊，他躲过去就完了呗。同时遇到我青藤剑院2大杰出弟子，看来他是一心去求败的。来，慢点。丁宁，你过来做什么？我来捡便宜啊！你们现在一个真元耗尽，一个身受重创，不是捡便宜的最好时候吗？别动，南宫，你若是还不止血的话，我看恐怕就要便宜别人了。你想帮他？规则可没说不允许啊。我很高兴他有你这样的朋友，不过你太弱了。丁宁，不用管我，你快走。先管好你自己吧。没打过，怎么知道我打不赢？而且以我的体力和速度，想逃也逃不掉。请。丁宁，再接我一剑！
就打败了何朝夕，太厉害了，太厉害了！不错啊。是啊，天赋越佳，就越容不得挥霍。这颗丹药的药力如此强劲，只怕会给他带来很多不利的后果。丁宁，丹剑道，这颗丹药是南宫彩书在试炼前给我的。你并未特意修过丹剑道，只是得人赠丹，便以命搏，想要护他。丁宁，你果然是个值得结交的朋友。你在此时用了那颗黄庭金丹，好，我败了。哎，谢谢啊，谢谢。每次你一说我姐夫不行，他就特别强。你下次多说他几句啊！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哎，别胡闹，啊，还不到高兴的时候呢。孙醒，精彩！哈哈哈哈！刚才这一战过程真的很精彩，不过最精彩的却是结果。谁都没有想到青藤剑院的第一强者何朝夕，竟然会败在一个刚刚入门的小师弟手上。早知如此，之前便应该和你一决高下。是，我也觉得可惜。原本以为在这里跟你交手的是江离，这样我便可以将最后的威胁一并解除。师徒乘人之危，岂是君子所为？君子善假于物，善战者因势利导。敌人全胜时图之，莽夫也。但这不是敌国修行者之间的战斗，而是同门之间的试炼。既然话不投机，何必浪费口舌？其实我很欣赏你的性情，只是你我在入山门之时便立场不同，所以每次相看生厌。师兄还真是不虚伪。趁对手真元耗尽之时，借丹药之力，你也算是善假于物了。只是不知道你有没有信心试试我的剑。这场戏是越来越好看了，且看鹿死谁手吧。丁宁与孙醒之间的实力悬殊，恐怕我看好的人没那么不济。师弟，哎呀，同门师兄弟本就应该相互扶持。现在白杨洞虽已归入青藤剑院，但我们大家皆是出自于同一个修行地的，何必这样为难小师弟呢？大师兄，你也过来凑热闹啊？小师弟，你这是打赢了？啊，只是过来捡了便宜。若是在外面公平一战，那就说不定了。你赢了便是赢了，我输得心服口服。告辞。何朝夕已败，只要解决眼前这两个人，你我便是此次试炼夺魁的最佳人选。你当真要护着他们？一时的胜负，
哪有同门情谊来的重要啊？啊？如若我今日就不听你的，非要夺他们的令符呢？那我自然是要竭尽全力阻止你。大师兄，你和这个二师兄哪个更厉害？江离，我并不想跟你拼个你死我活。按照试炼的规则，不许结伴而行。我不相信，接下来你能始终护住他们。师弟，这是泄私愤之行啊！听师兄一句劝吧，恃才傲物、嫉贤妒才，这都是修行立身的大忌呀！大师兄，你说这话是真心的吗？当然是真心的。你为什么会这么问？大师兄乃君子也，我呢，则是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了。我以为你是故意气他的。我是真心希望他能改正，不然他呀，前途叵测，我怎么可能故意气他？3岁看老，以他的性格，恐怕是很难改了。我本是占了便宜才赢的他，所以这令符该你拿。南宫姑娘，收下吧。我白杨洞弟子，绝不会乘人之危的。谢谢。按照规则，我们无法结伴而行，所以小师弟，南宫姑娘，一会儿大家多加小心。我们都要赢到最后。好。好。南宫采出的丹药果然厉害，让我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就达到了2境上品的修为。试炼夺魁，靠的是令符数量，只有1日了，仅仅过关，必然不能替他拿到青之玉魄。早知如此，之前便应该和你一决高下。何朝夕与孙醒之前见过，却未战，方而识之。所以现在令符最多的，便是你了。狄院长，
丁宁能够留到现在，是否令你不大愉快啊？哎呀，脸色不要这么难看嘛！白杨青藤已经合一，他也是你的弟子嘛。白杨洞终将不复存在。你越是牵挂这门户之争，越是告诉世间，白杨洞还实质性的存在着。心胸要放得开阔一些，若是连眼前的这片天都容不下，又岂能容下这座山呢？又怎么能搬来远处的那些山呢？你为什么要跟我说这些？因为不论是白杨洞还是青藤剑院，都属于大恒王朝。你我不论身份如何，我们都是恒人。徐望旭，我的确不如你。你若这样讲，那我就不多说什么了。师兄，该是最终决断的时候了。好。他在做什么啊？他好像有什么目的。可是他快和孙醒撞上了，孙醒是不会放过他的。哎，怎么碰上二师兄了？他们两个什么意思啊？哎，端木，你再说两句，我姐夫不行呗？还不死心呢？你认为我随便说两句，丁宁就能战胜得了孙醒吗？可笑！既然你这么幼稚，我遂了你的愿也好。如果丁宁想战胜孙醒，除非太阳打西边出来。谢谢。谢谢啊！孙显师兄，来战！这个时候，你想牺牲自己换南宫彩书进前3？不，我要击败你。
长夜过去，已然日出，你便不要做梦了。我从入门测试开始，你就觉得我是在做梦。可是我证明了自己，甚至比你都快。在此之后，你觉得我不可能战胜何朝夕，可是到最后还是我赢了。虽然我进入白杨洞的时间不长，可是白杨洞带给了我很多惊喜。师父、李道基师叔、江离大师兄，他们都是很可爱的人。只有你，从一开始就跟我不对付。不过我和你一样，我从一开始也不喜欢你。你的身上总是散发着那种想要踩着别人往上爬的气息，就连尊敬你、仰慕你的同门师兄弟，都可以变成你踩在脚下的垫脚石。我不希望你这样的人留在白杨洞。一会儿等我击败了你，你最好尽快从我眼前消失，要不然我会换着法子对付你。居然反过来威胁我，看来我真是小看你了。孙显师兄，我的话已经说完了，你就别废话了。如果我今日真的败给了你，那我以后也就不配再待在白杨洞了。难道你真的能战胜孙行？丁宁，你若取胜，我便为你起命。江离师兄，规则上说，相遇便要对战。也好，那我尊重姑娘，所以我出手时多有得罪了。师兄是君子，用尽全力便是对对手最大的尊重。好。姑娘，若是有什么担忧，你不妨直说出来。带着心事对战，可是会分心的。我只是担心，若我能赢你，等下要应对的对手很可能是孙醒。我对他不是很有把握，若我真的不幸输了，让他那样心狠手辣的人夺魁，有些可惜。孙醒师弟他是我自作多情了。对战本不该分心。我们开始吧。好。还差一些，哼，不自量力。还是差了一些。能否接住我前两剑其实并不关键，关键是你能不能接住我的第三剑。若是接不住我的第三剑，你那手臂或许很可能彻底的废掉。既然你这么说，
那废掉的便可能是你的手。孙行，你这个混账，简直太阴毒了！这算什么同门师恋？姐夫，师弟，加油！姐夫，挺住啊，姐夫！师弟。是你想废了我的手在先。是你自取其辱。狼烟，狼烟出现便意味着前3名决出。我在这儿。小师弟，丁宁，你赢了！你打赢了孙醒师弟，这怎么可能啊？总之这是最好的消息，不是吗？我们走吧。本次祭剑试炼，以令符最多者为首名。江离，院长，先生，我的令符数仅够过关，便不必算我了。怎么就算算了？是有法怎么会这样？你很仁慈，这很难得，但你一定要记住，日后行走江湖切不可如此。人心险恶，不要轻易向人释放你的仁慈。狄院长说的很对，江离还不谢过？诺。多谢狄院长教诲，江离铭记于心。南宫采书，8块。南宫采书不错哦。丁宁，也是想法，也是啊，奇怪呀。3块，你击败了孙行，不应该只有3块。
丁宁，13块。师傅，这次祭剑试炼的胜出者，丁宁。姐夫，好棒啊！姐夫。有你这样的学生，我很满意。谢帝院长。你做得很好，没有辜负这柄剑。最重要的是没有浪费你们的心意。今年的祭剑试炼就此结束，大家明年再聚。好，请。哎，姐夫，你太棒了，姐夫！不要叫我姐夫。不要胡闹。哎，你会去明年的名山剑会吗？应该会吧。那要是这样的话，明年的名山剑会我也会努力去的。如此说来，姐，你该不会是想和他一起在名山剑会胜出？然后和他一起在名山剑宗学习，然后你们就……我希望你还是不要对我有什么期盼。为什么？至于什么原因，你可以问南宫彩树。是什么原因？南宫彩说，为什么？南宫，你是不是跟我姐夫在一起修炼了一个晚上，然后你们就私定终身了？幼稚。他的身体本身有问题，是罕见的阳亢难返之身。若是没有特别的际遇，在我们最为强横的壮年时期，他体内就早已五衰。啊？那……就算我知道他身体有问题，我也不会改变我的决定的。有什么办法可以帮他吗？我已然了解过，这种武气过旺的早衰之体，一般根本没有办法救治。但名山剑宗不是普通的宗门，宗门里的一些人一定会有办法。若是真想帮他，便要尽力助他在名山剑会也能胜出。这实在是太难了。他在争命，我们尽力而为。好吧，名山剑会，我们尽力而为。娘娘，此次在青藤剑院的祭剑试炼中，夺魁的是一位叫丁宁的少年。丁宁，这个名字倒不曾听说过。他是梧桐落酒铺的一个伙计，前些日子通过李道基拜入了白杨洞门下。不过令人惊奇的是，这位少年不到半日便通了玄，10日便入了2境。师父既然赠我这柄残剑，可知他原先主人的故事？你怎么突然想起问这柄剑的故事？我在对战时屡屡感念这剑有一种陌路之人的决绝，想来这剑意承袭了原先主人的思想。10年前，大恒王朝有一个非常有名的修行之地，叫巴山剑场。你这柄剑，它的前主人燕心兰，曾经是巴山剑场的一员。后来，巴山剑场大捷，他不肯背叛巴山剑场，而被斩首。临行前，断剑以明志。因此，你能够感受到这柄剑它决绝的剑气。又与那个不能说名字的人有关吗？你既然知道那个人，你就应该明白，有很多事情
不能提起。师兄，孙行跟我请辞离开白杨洞，我准了。希望他能够改错。丁宁，你今夜是在白杨洞休憩，还是回你梧桐落的家里？我已经数日未回，想来小姨也会担心我，所以今日还是回梧桐落酒铺休息吧。我也正想跟师父还有师叔说，我自幼在市井长大，也习惯那样的生活。在白杨洞吧，过于清静，我自己也不自在。我想，以后就到外面修行吧。你在试炼中强行炼化了那颗黄庭金丹，此药性强劲，我恐伤及你的身体。而且，外面的灵气远不如白杨洞的灵气充盈。当时情况特殊，我才出此下策。我今后的修行会更加小心一点。啊，对了，青之玉魄，你准备怎么用啊？我准备今晚就将它炼化，以免夜长梦多。也好，青之玉魄有利于破境，而且它能够帮助修行者更好地接纳本命物。这个时候炼化它，它能够帮助你消除黄庭金丹对身体造成的伤害，有很大的益处。好的，师父。这里可是丁宁的酒馆，你是掌柜的？我是丁宁的小姨，她今日不在，夫人找她何事？你看起来很年轻。丁宁在祭剑试炼中夺魁，我就是想来见她一见。她夺魁了？夫人消息真快。啊，我去给夫人倒点茶。哎，不必了。夫人今日来找丁宁，是想祝贺她吧？我可以代为转达。我想丁宁能去参加祭剑试炼，这说明她的目标应该不止留在青藤白杨洞。要是没猜错的话，她应该是想去名山剑宗。我不太懂这些。据我所知，丁宁是阳亢难返。我希望她能加入我门下，我可以扶持她。你们是？你无需知道我们是谁，你只需知道，夫人惜才是能帮助你们的人就对了。怎么回事啊？不知道。小姨，丁宁，丁宁，丁宁，
丁宁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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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是阳亢发作吧？是的，夫人。丁宁，丁宁，丁宁。这丁宁眉宇间透着股倔强，明明活不过30，却一心要成为修行者，还要往名山见慧去。这是血续凝香。并发时燃一小块，便能压制它的热力。多谢夫人。你醒了。刚才那位夫人留下的，说对你的身体有益，叫血续凝香。我查过了，应该是无害的。若是有害，刚才晕倒时，便是下手的最佳时机。那位夫人，应该是宫里来的。你怎么知道？这是宫帕，这香也并非俗物。他说看中你的天赋，有意要扶持你，还说你在击剑试炼里胜出了，是首命。虽然不知道他的来意，还是小心为妙。啊，对了，青之玉魄。谢谢，谢谢。我也有样东西要给你。什么？一个消息，我见过白山水了。你受伤了吗？啊？我没事。他说孤山剑藏的另一半在你师父手里，可曾传给你？宋神书死之前跟我说，孤山剑藏在灵主九手里，恒王囚禁了他10年都未曾灭口，便是想从他口中套出一些线索。你以后若想知道什么，可以直接问我。你心思单纯，孤身行动，太过危险。你说过，不适合自己的剑，就不用留在身边。
那不适合的人就不用留在此处。师父交代，若有朝一日巴山剑场出事，务必将此剑交还公孙家人。你是谁？我是师父九死残生宫的唯一传人。这次和以前不一样，你应该明白，有了这个青之玉魄，我的九幽冥王剑就可以练成真正的本命剑，所以以后可能就对你不会有太多的依赖了。如果换作是我也许未必会把青之玉魄给你。你的本命剑稳定，今后便不会走火入魔。你快走吧，一会儿被恒王他们发现，你就危险了。你的家人呢？我没有家人。那你日后便跟着我吧。这世上真有酒劲吗？是不是为王者都想永生？寡人当然想永生了，毕竟有些东西舍不得也放不下。天下至高，仅为7境，8境也只是传说，何谈9境？你的那个九死残生功，或许就是破入9境的至宝。或许九死残能打开9境之门。倘若有那么一日，我不会一个人独享。我们3人
将共享永生。皇上心神不定，想来是有什么心事。臣妾愿替皇上分担。当年巴山剑场归顺者，如今都在王后的手中啊。率土之滨莫非王臣，天下都是我王的。又何况是几个区区的修行者？寡人已经破入了8境，却始终未得9境法门之所在。我记得他曾经说过，九死残是破入9境法门之关键。当年我们同为7境。若不是10年前那场变故，或许他已经修成了9境。这么久远的事，臣妾已经忘了。忘了，不代表它不存在。它始终都在我们中间横着，对吗？如今王上已经破入8境，傲视天下，无人能阻挡。王上可是为了风鸣进来的传闻扰了心神。九死残是破入9境法门之关键所在。此事交与臣妾吧。